他们在一边儿？租的房子，刚搬进来的。前天。嘿，你拍我？快看呢。你给我看看。不好吧？这是我的隐私。老罗，哎，你来看，你看这小伙子怎么样？谁呀？丽丽的男朋友。啊？我看。你看看，哎，怎么样？嘿，不错啊，就是眼睛小点啊。我说怎么胡子拉碴的，没个利落劲儿啊，都白了。你看，多大岁数啊？什么眼神呢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就叫现在时尚的大叔范儿。哎，我得打个电话，我得问问丽丽，我要问问。哎，这怎么能大点儿？你这样啊，行，我知道。丽丽，妈，我还没到家呢，我现在还在外边呢，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啊。那个，你们聊啊，回头给我打电话啊。知道啦。我还是觉着有点老哎。老什么呀，多帅啊！我跟你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其实我也想找那个带胡子的那种的，特酷。他这要算酷啊，那我就比他酷多了。我，你那叫苦，你是上个时代的产物。反正我觉着配咱们闺女她差点。哎，老罗，我们家丽丽之所以拖到现在，跟你那错误的婚姻观有直接的关系。行，我错误。喂，夏女士，你好。罗律师，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我在想，你说这个王八蛋他跟我女儿都讲什么了？我女儿为什么就信他呢？告诉叔叔摔坏没有？这儿疼吗？疼吗？有一点。这边呢？这边呢？疼吗？看来事儿不大。好了，不哭了啊！没事啊！再哭就把妆哭花了。就是跟叔叔说谢谢。谢谢。不客气。好了，谢谢您了，我们先走了啊啊！罗律师，我都快活不了了，这么多年就这么折磨我，你说我怎么办呢？你说。这么多年了，真的，我在我女儿面前向来都是维护她的，从来没有在我女儿面前说她一点不好。哎，您先别哭啊，咱们先冷静。要不这样吧，一会儿去我的律所，咱们见面聊，好吗？哎，好嘞。那我先挂了啊！好，拜。妈妈咪呀！来了。走。下芳草一会儿到我律所，你要是想见他，你就过来。几点9点半。一起走吧。一起走就算了吧，我怕我跟你一块儿出去，邻居以为我生活不检点呢。毛病吧你？你注意身体。神经病。
哎，郑先生，您好，您好，我已经跟夏女士约好了，9点半，我约在她律师的律所，您就不用去了。我跟您说呀，那些证据你得开始着手搜集。对，我争取让你们协议解决。我去，池律师，这一大早的你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呀？不，那个我没说你，对不起，那就这样好吧，郑先生。哎，好。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啊！这个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跟叔叔说谢谢。行，谢谢您了，再见啊！再见。走。哦，真高尚。你确定不是孩儿他妈请的吗？你看看这多大！你看看你那张嘴，要亲到我脸上是这个的4.5倍。有病！你有药啊？哎，你就放心吧，我呢都安排好了。从今天开始呢，你就听我的安排，我怎么招呼呢，你怎么来，好吗？哎，不过有一点得记住啊，谁打听咱们俩的事儿，死活都不承认啊，打死我都不说。哎，知道了，打死我也不说。哎。你还有钥匙？啊，我们家闺女给的。你说你这个事儿干啥？刚才就应该上去把他摁住就完了，噼啪抽一顿，什么都糟了。噼啪抽一顿，你他妈犯法了！一看就是一对狗男女，还不该抽啊！哎，现在什么社会了？啊，法治社会，要讲证据，讲法治。你说你当初怎么进去的？为什么进去的？不就是因为不懂法吗？真是还噼啪抽！来，起来！大哥，摄像头安哪儿啊？你是干这个的，你说安哪儿就安哪儿吧。明白。真有钱呐！啊，小日子过得不错嘛。要不，你跟我进去一块儿听听吧。我就不去了吧。行。哎呀，夏女士，
罗律师，我朋友这不是担心我昨天晚上哭了一夜吗？怕我头昏眼花的开不了车，送我来的。让你朋友进来坐坐。哟，别，我的事儿不想让他知道那么多。村长，我约了郑天涯的律师，一会儿咱们和他好好聊一聊，尽量协议解决。其实啊，我也不想打这个官司。你说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如果真是打到法院上了，你说这个脸真是丢大了。还有，如果女儿呀知道她父亲那副嘴脸，一定得恨我，也得恨他，肯定得难过死。这您倒提醒我了。如果真是协议离，我会让他们签一个保密条款的，免得郑天涯胡说八道。对，不许他们胡说八道。大哥，你看，怎么样？只要人一进来，咱就能看见，而且还能录下来。兄弟啊，我这儿呢还有一个事儿，想求你帮我。你不是让我再上别人家再安一个吧？我大哥，我跟你说啊，我上夏芳草他们家安，那是因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但是明显欺负你，那要是上别人家安，那我可不行，那也是犯法。你这犯法，你活学活用嘛啊！我刚说完你，你又说到哥哥我这儿来了。哎，那个你放心啊，犯法的事儿呢，我是不会让你去干的。那什么事儿啊？这事儿呢，要是我跟你说了以后，你觉得能办，你就应了；你要是觉得办不了呢，就当哥哥我没说，啊。夏女士，我之所以没叫郑先生来，是因为怕你们俩一见面啊，又各自控制不住情绪，所以我今天来，希望咱们的谈话能够有最大的进展。他是没脸来见我。我是郑先生的代理律师，我当事人的意愿，这份协议，他希望分割财产的一半。分谁的财产一半？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我们没有共同财产，我们10年前就离婚了。池律师，我跟您说过了，这就是我当事人的态度。罗律师，如果2个当事人10年前就离了婚的话，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能坐在一起呢？池律师，我个人的建议，您还是尽力说服您的当事人承认10年前已经离婚，这样对他比较有利。如果他10年前并没有离过婚，那他现在犯的可是重婚罪啊。您没听明白？那我跟您说的再详细一点。如果这份离婚协议是无效的，也就是说，您的当事人和我的当事人没有离婚，那么您的当事人就是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和他人以夫妻名义长期非法同居并拥有子女，这就是重婚罪。如果您的当事人没有重婚，前提是10年前他已经离婚了。也就是说，他仅仅需要去履行10年前已经签署的这份离婚协议，办完离婚证，完善离婚手续，他就可以逃脱重婚罪的嫌疑了。孰轻孰重，您还是让他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做功课了，应该的吧。夏女士，咱们可不可以单独谈谈？我已经把罗律师当成自己家人了。没有什么话不能当着他面说的。池律师，昨天晚上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您可以谈，但是必须我在场。罗律师，咱俩能不能单独聊聊？可以啊，只要我的当事人在场。夏女士，我知道您和郑先生这么多年的婚姻过程当中，您对郑先生一定有诸多不满，但毕竟夫妻这么多年，情感还在吧？况且还有孩子，难道真的要头破血流上法院去打一场官司？这官司打起来，谁输谁赢真的不一定。就算像罗律师说的，
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判郑先生一个重婚罪，那以后怎么跟孩子解释呢？跟孩子说，因为财产分割，把他的父亲送进了监狱啊。所以，既然池律师这么宅心仁厚，就更应该极力说服自己的当事人签署好这份协议，好说好散，何必要撕破脸上法庭？那在财产分割方面，罗律师，你们能不能做些让步呢？绝无可能。那就是要打官司了。只有这一条道了。那我们就法庭上见了，不见不散。大哥，兄弟干了！兄弟，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婚姻呢，就是个形式。你跟这大头呢，先把证领了，我把婚离了，然后呢，你跟这大头也离了，咱们俩把这个结婚这事儿啊正式办了。你不会就是把我们娘俩给踹了吧？哎呦，你想什么呢？虎毒还不食子呢。我不要谁也不可能不要咱们自己的儿子吧？啊？哎，宝贝儿，宝贝儿，哎，趁着儿子现在还小，赶紧把事儿给办了。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夏芳草的家产，咱们怎么着也应该分一半的。那得多少钱呀？多少钱？反正不少。分了钱，咱们就立马移民。将来咱们儿子的母语那就是 English 了。English American， 你就是 American 的妈，我就是 American 的爹。你想想 ，American 啊，哎，大哥，哎，来了。哎，老公，啊 ，kiss 一下。kiss kiss，芳草，你们是不是对他还有感情啊？你不要误会，我是担心我闺女。我了解你，咱们俩认识又不是1天2天了。你花了10年的时间，让你的女儿知道了她的父亲是一个好人。如果现在把真相告诉她的话，第一，你担心她会崩溃；第二呢，你担心她不再信任你，不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你最担心的是，他可能已经相信了他的父亲给他编的那些谎言，说你是嫌弃他父亲没有成功，所以才提出的离婚。我让你做的你都做了是吧？明天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毕竟呢，你有短在人手里，所以最后啊，我们还是要争取和解。哎，你放心吧，我这正在家里看我自己的红酒珍藏，准备去对方律师那儿摸摸底。最贵的，我这最贵的是92年的，啊，不用这么下文吧？那好，你给我报啊！啊，好，哎，你等着我胜利的消息吧，郑先生。好，哎，再见。这丫头也喝不出来呀。哎呀，怎么会呢，妈？我是因为昨天回来太晚了，所以才忘了给您回电话。哎，咱们不是说好的吗？这一回来赶紧给我回电话，我一直等的，最后我等睡着了，我还没等到你的电话，结果我一觉醒过来，天亮了，我想完了，我肯定没有接到你的电话啊！哎呀，妈，我正写辩护词呢，我忙着呢。你说你什么时候不忙啊？
给我1分钟的时间啊，我就问问你，那个昨天你不是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吗？哎，你爸爸也看了，你爸说特别棒，特别好。那个，哎，多大年纪啊？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的？嗨，这不是八字还没一撇的吗？哎妈，那个有人摁门铃啊，等会儿啊。借我个起子啊！你买酒不买起子呀？我刚搬过来，什么东西都不全。等会儿。哎，干嘛？你听是不是好像有人是个男的呢？没有啊！再拿2个杯子。你需不需要我一会儿再炒2个小菜给你和你们家客人送过去啊？我现在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没什么客人。我拿这瓶酒啊，是为了明天的官司庆祝一下。这么自信呢？官司还没打呢，就确定自己能赢啊？嗨，咱俩新照了，明天的官司我输多赢少，我是拿来啊，咱们俩一起为你庆祝一下。我听着有点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意思。我顺便来诉诉苦。丽丽，等会儿。喂，妈。哎，对不起，把你给忘了。那我现在来了一客人，那个谈点事儿，我先挂了啊。哎，好嘞，拜。挂掉了。哎，老罗，我要是没猜错啊，肯定是丽丽的男朋友到他们家是借什么东西来着？借口。哎，你还记得吗？你那会儿追我的时候，你来问我借什么？邓丽君。你那会儿刚刚调到我们团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说上海话，你只会说侬、我、亚丽香、蹦擦擦。浪漫的，还记得吗？想不起来了。滚！真想不起来了。我不一点都不带浪漫的，你烦死我了！我告诉你，时光要倒流，我绝不嫁给你。我现在特别想马上飞到北京去看看去。你看看有没有夜班的飞机？我跟你说认真的。我也认真的。来，小罗，一是祝愿你明天旗开得胜，二是这个搬进来也没表示过，愿我们成为真正的中国好邻居啊！来，我就不喝了，我还得写辩护词呢。这个案子真的没那么复杂，这又不是起草独立宣言。哎呀，我算是一个前辈吧。好，跟你叨唠一句啊，这个人啊。如果有一天真的走到头了，你回过头想想，这个你多打赢一个官司，少打赢一个官司，有那么重要吗？真没那么重要。这个何况像这种一地鸡毛的啊情感官司。池老师，您该不会只是想跟我探讨人生吧？天色不早了，有什么事儿您长话短说。我喜欢你这种性格。好。不绕弯子，咱们直来直去。能不能再跟夏芳草商量商量？不能。今天你也看到了，我当事人态度很明确。当事人的态度当然得明确了，人家是有诉求的。你千万别以为咱俩是对立的，人家一个叫原告，一个叫被告，咱俩呢，一个叫原告的代理律师，一个叫被告的代理律师。其实咱俩才是一个阵营里的，对吧？现在又不当着人家的面，咱俩何必这么针锋相对的呢？话呢是有道理，问题咱俩都是身不由己，各为其主啊。再说我也收了人家的钱了。哎，说出了最重要的一个字儿，钱。
当律师怎么赚钱呢？其实我觉得咱们律师这行啊，跟演员特别像，就是在当事人面前演一场戏，打嘴仗，这个仗打得越热闹，他们越开心，我们赚的越多。当着当事人当然要浴血奋战，那不当着当事人，你说咱俩吵什么？又不多给咱们1分钱。你呀，把这个问题上升一个层面再想想。我的意思呢，是给双方都留有余地。如果这个官司真的打起来，咱们大家都没退路。你看看，你还是怕真打起官司来会给郑天涯判重婚罪吧？你瞧，你还是把我想成跟当事人一伙的了。那我又不是他亲戚，就算你真的赢了这个官司，判他一个重婚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受罚的也是他。咱们做律师的呀，也得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替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谈这2个人有10多年的婚姻经历，人家有孩子啊，那孩子以后怎么办呢？孩子是个问题，所以夏芳草可一直给郑天涯留着活路呢。你让他跟夏芳草把离婚证一办，他爱跟谁过跟谁过去。他不干呢，他非要分人家1半的财产。哥，你愿意？这1半财产是我当事人的诉求，分多分少就是你跟你当事人商量一下，对吧？那如果不分，我当事人哪儿还有活路啊？为了自己的活路，赌前妻的路，不好吧？小罗，你还年轻，你是个初出茅庐、很有希望的年轻律师。我干这行干的时间太久了，跟你说句经验之谈啊。如果明天你就像打我离婚官司一样，在庭上30分钟、40分钟把这件事解决了，你在你当事人眼里你有什么价值啊？如果有一天你学会了在你当事人面前放大对方当事人的诉求，你才能提升你的价值。我知道你听进去了，别着急回答我，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你脑子里好好转转。再说，还有客人呢。我前男友。坐下。合适吗？丽丽，你不请我到屋里坐一坐吗？屋里有客人。啊，是这样。我刚从美国回来，一下飞机就马上赶过来了。本来想好好给你过个生日，既然你有人陪，我就放心了。给你的。生日礼物。不是，我自己都忘了。那我走了，祝你生日快乐。这个，你是不是不方便啊？你要不方便我就回去。你别走了，今天我生日，我自己都忘了。反正你回去也是一个人，你就可怜可怜我，让我陪我过个生日呗。哎呦，你可别说的这么客气，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82年的。好看吗？这个很昂贵啊。昂贵有什么用啊？也不是订婚戒指。你前男友啊？嗯。那我觉得人很好啊。这个分了手还能记得你的生日，还送这么贵重的礼物。送贵重礼物就人好呀。老陈，你是不是离婚以后都没去看过你前妻啊？也没送过礼物啊？咱俩这不一样啊。这个前男友、前女友，说不定哪天你们就再续前缘了。我这个前夫前妻呀，可能今生无望，对吧？算太清楚不好。礼物不重要，重要的是份心意。别让这些东西贵重，在我眼里就是个屁。明天我就给他退了去。是。蛋糕不能退，过生日怎么能没蛋糕？我来帮你，我来。你找个打火机吧，好吧？要唱生日歌了啊！好，我给你唱生日歌，好吧？好。你这个许个愿。来了。嗯。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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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许愿了？许了。换个新男朋友，还是这个再续前缘？祝愿我明天官司稳赢。把对方律师打得屁滚尿流。这喝了酒了。这个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没在脑子里转啊？老鸡贼！你以为我叫萝莉，就真是个少不经事的萝莉啊？比你老的姜，我见多了。你也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利益，官司是为别人打，也是为我自己打的。明天这场官司，我赢定。我已经赢了你一次，明天我还会赢第2次。调解不可能，除非我输了，那也是不可能的。白忽悠了你。你有这杯酒啊，要不这番话我还真未必说得出口呢。看你受了刺激，不跟你一般见识。这个生日许愿，不是开玩笑的。那我祝你美梦成真吧，啊，好，生日快乐。小心眼。你不能喝酒，我是怕你喝多了写不了你那独立宣言。老池，什么意思啊？喝了它。你这要还人家吗？手是我还他，酒留下，算他欠我的。喝了就一了百了。你请我呀？有个条件啊，不许再绕官司。好，我今天就跟你公是公，私是私，好邻居嘛。Happy birthday to me， 老公，老公，啊，媳妇儿，来一下。什么？坐这儿，来，怎么了？干嘛？衣服还行，模特太差了，这换成我媳妇儿就更棒了。
欢？喜欢就买呗，也不贵，才1000多块钱。什么1000多块钱啊？13000，贵了吧13000穿我媳妇儿身上一点都不贵，我媳妇儿得穿13万的。我觉得太贵了，这个颜色，我再想想吧。老爸，我呢下周就发工资了，发了工资我就把它给你拿下，好不好？真的？必须的。哎呀，我这媳妇儿太现实了。好了，我去做饭去了啊。老公开门。媳妇儿，你帮我开下门，我这锅里热着油呢。老公，老公，快！来了！怎么了？谁？哎呀，你不认识啦？这不石江吗？你们两口子什么意思啊？都不让我进门，我这放了行李就过来了。哎呦，快进来！这真是女大18变啊！你真认不出来了这个。哎，坐哪啊？美玉，我给你带个小礼物啊。谢。那个，你们坐啊，我做饭呢啊。好，晚上在我家吃饭啊。老公，多做几个菜啊，时常在我们家吃晚饭。好。哎呦，这幸福甜蜜的哟。哎，你说你出国这么多年，你都干嘛去了呀？哎，减肥吧。我在国外就瞎混，哪像你们啊，模范情侣，谈了10年恋爱，终于修成正果，羡慕死人了。是啊，我都没想到，我怎么一眨眼跟老曹都快10年了。是啊，哎呀，我们都是快30的人了。你也出国好多年了，我觉得。哎，这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啊，已经种上了。真的？哎，一点看不出啊。什么看不出来？我现在都胖成一个猪了，还看不出来啊？没有，你保养的太好了，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快当妈的人了。什么呀？我现在都不敢坐你旁边，你看看你多洋气啊！巧了，刚刚你穿进门这件大衣，我刚才也在网上看上这件了。海外的代购，我还跟我老公说过些天给我拿下。哎，我记得咱们俩的号是一样的，你甭买了啊，送你了。别，不行！哎，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咱们以前不都是换着穿衣服的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一打开箱子，还有好几件你的衣服呢。那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送你点什么呀？要不这样吧，我把我们家老曹抵给你吧。行啊，对，会做饭，嘴还甜，就这么定了啊。老曹，哎，来了，出来啊？怎么了？我把你卖了。多少钱13000呢。那么贵啊？包年还是包月？一辈子，你归我了。行了，别闹了，我给你们做饭去。挺冷吧？不冷。乾坤，这2年你变化挺大的。我大吗？哪有你大呀？啊？我哪儿变了？你看你现在那么漂亮，是吧？你原来我记得就是跟在我和汤美玉屁股后头一小屁孩吧？哎，你这是说我以前不好看是吧？我说了吗？我没说吧？哎，你就是这意思。我没说。就这意思。我没说。哎，你在国外待的怎么样啊？挺好的，国外有国外的风光，也有国外的辛苦。不过我适应的挺快的。慢慢就过上了我想过的生活，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心里空落落的。哎，我觉得吧，这就是人，有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些坎儿自个儿过不去，但是什么都不是事儿，总能过得去。可是我看到你和美玉就特别幸福，真羡慕。还行吧，我们俩。美玉经常在微博上秀恩爱。哎，从今以后，世界与我无关，我要做一个幸福男人的幸福妻子，
煲汤、生子，买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哎，你怎么知道？我写的，我不知道。好肉麻呀！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回家陪媳妇儿去吧。那我早就想送到这儿了。不管怎么样，看到你，不是看到你们这么幸福，我就放心了。你放什么心？你又不是我妈。你怎么还那么贫？你看什么看？这是你欠我的。